根据今天的 Information 的最新爆料，快乐4的标准版和高级版将于2026年同时发布。我知道我才说到这第一句，有些人脑子里下意识就觉得这也太迟了吧，要3年才更新，实在太慢了。那么我也想反问一句，更新得快有用吗？ Meta 目前的规划是2024年发布 Quest 3S，2025年发布单眼 HUD 显示的智能眼镜，2026年发布2款 Quest 4，2027年发布 Quest Pro 2。大家要明白，对于 VR 头显来说，即便是到了今天，也还是处在培育市场规模的阶段。每一次发布新机都是投石问路，都还是一期一会的实验品，拿来去测发售价和实际销量的比值，都是一次对未来布局的经验摸索。为什么是3年？因为 Quest 2到 Quest 3就是花了3年，你以为3年够长了，结果从 Quest 2的换到 Quest 3的比例才多少？不仅销量比不过，还要时刻照顾 Quest 2用户方方面面的需求。说到底，厂家要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力度，才能确定更新周期。消费者的使用设备的周期也是要讲现实的，尤其是现在 VR 头显还有很强的游戏主机属性，根本不能快速的抛掉旧机型的用户。所有的 XR 公司都是脆弱的，包括 Meta， 只是 Meta 用无底洞的投入硬拖着自己而已。应该说整个行业都是弱不禁风的，用过去的经验求稳好过犯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认为 Meta 自己的一个定调就是现有的 MR 头显，它是介于游戏主机和手机之间的存在。3年更新一次是暂时的规划，根据友商的竞争力度可以适当的加快。比如真的有必要同一年发布2个版本的 Quest 4吗？其实如果竞争者突然发力， Meta 完全可以将其中的一款 Quest 4提前到2025年，而且在发布和发售之间的时间差上有很大的操作空间。比如像一般差个半年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有时候你不需要正式发售，只是官宣这个产品就能在商战上赢得一些效果。当然 Meta 要是选择在明年让 Quest 3降一波价，也会非常具有市场杀伤力，不亚于发了一波新机。同时别忘了 Meta 授权给华硕和联想的 Horizon OS 系统的第3方 MR 头显，也算是半个 Meta 阵营的产品，所以看上去要等到2026年才有新机型，但实际上 Meta 手里的牌还是足够打的。另外就是今年以来 Quest 3的更新速度和质量一直让我有一种 Quest 3是前不久刚发布的错觉，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款快要1年了的机器，就那种使用的新鲜度就一直保持着，不知不觉就快1年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？至于 Quest 4的双版本到底会是什么配置，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透露，毕竟为时尚早，只知道2款 Quest 4的产品代号为 Pismo Low 和 Pismo High， 就是一个配置高一个配置低嘛，相当于是现在的 Quest 3S 和 Quest 3。那么可以大胆的猜想 Quest 4S 其实就是处理器更新换代之后的 Quest 3，其他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，而 Quest 4就蛮具有想象空间了。大概率同样是最新的旗舰处理器，分辨率起码要来到单眼 2.5K， 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眼动最终也确实应该在这一代成为一个标配了，其他的就要看友商给的逼迫性大不大了。不过我还是重复一直以来的那句话，咱们自己换机器的周期跟着最新的处理器走，就是永远不吃亏啊。就像今天这个 Quest 4的预发布年份一出来，去年首发买 Quest 3的朋友肯定觉得自己值啊，不仅仅是早买早享受，就算2026年 Quest 4推出了， Quest 3也不会第一时间被淘汰，耐用的很。以及2025年就算有些厂家推出了新机，那绝大部分朋友也会明确的知道第2年就会有 Quest 4，完全可以再等一等，那就可以有更早更清晰的去判断自己的购买决策了。实际上真正姗姗来迟的还得是 Quest Pro 2。 2027年这个时间，估计新的苹果 Vision 系列产品也应该面世了，当然也包括其他厂家的同级别高阶配置的 XR 头显也有好几款了。但从我个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和实用需求出发，咱们实话实说啊，这种价格超过1万的头显在我眼里就是面子工程。就是这种上线级别的产品，他们在我眼里跟实验室的那些研究的原型产品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告诉我 Micro OLED 的单眼 4K 很清晰，完全没有感觉，因为我和90%的人都用不上它。就算是单眼 8K 单眼 16K 又能如何呢？你怎么干脆不把 XR 产品的理论愿景拿出来跟我聊呢？就好像你告诉我一个2米的人能扣篮，能有什么好惊奇的？但是你告诉我一个1.5米的人能扣篮，那才是牛皮啊！所以 XR 行业的前途和未来终究都是由下限来决定的。下限从10分到20分，再慢慢提升到60分，才能真正见证 XR 的发展。所以你说 Quest Pro 2出来的迟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值得说到的坏处，本身就没有苹果的品牌号召力，软件系统层面的体验也差得远。与其早早的拿出来丢人，还不如多多沉淀学习一下。反正高阶市场的份额也就那么一点大，Meta能够保持住自己在入门级消费头显的优势，就算表现甚佳了。
最后顺便提一下，2025年 Meta 推出的全新带显示功能的智能眼镜啊，虽然在今年雷朋 Meta 联名的第2代智能眼镜爆火之后被寄予了厚望，但这款眼镜目前迎来了2个非常不利的消息。因为虽然是 Meta 第1款带显示的消费级智能眼镜，但它的显示模块只有1只眼，而且只实现基础的 HUD 功能。同时因为增加了显示模块之后，眼镜的重量来到70克，镜框也比今天的雷朋 Meta 2代眼镜更加厚重，所以雷朋的母公司并不愿意保持在这款产品上跟 Meta 的合作，表示不符合自己一贯的眼镜设计追求。所以说无论是 MR 头显还是 AR 眼镜，目前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打破物理的限制来创造奇迹。任何参数规格提升的背后都是要付出设计的代价和权衡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忘掉 XR 产品在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里的未来时刻，毕竟一切都还处在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，没有预期久，没有失望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，是陪着 VR 成熟，另外找个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加入我的玩家交流社群，具体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